Hello，大家好，我是西安，今天教大家如何从根本上解决 DeepSeek 废话多的问题。不光在 DeFi 里，在任何地方调用 Ollama 里的 DeepSeek 时，都可以达到抑制 Think 输出的效果。这就像给它加上了一段不会说废话的基因锁，但是依然保留它的大脑前额叶，是不是内容很炸裂呢？我们可是花了大量时间去研究 Ollama 中的模型设定文件。从底层调校出专属你的自定义 DeepSeek R1， 先赞再看好习惯，那马上开始。我是西岩，在东京工作生活的数据科学家，在这里会用最极简的语言、最直观的例子，分享数据科学、机器学习 AI 等知识。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关注，不迷路哦。第一步，复制原始模板。首先，我们需要打开 Terminal。在这边已经启动好了，在这里我们需要输入 Ollama list 命令，然后查看我们本地安装好的 DeepSeek 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我已经安装好了 DeepSeek R1 14B。然后接下来为了文件读写的方便演示我采用了 VS Code 来讲解。其实看到最后你会发现，即使不用 VS Code，只用 Terminal 也可以完成沉默思考版 DeepSeek 的创建。接下来在这边我们需要新建一个文件夹，点击这里 Open， 然后我们可以随便找一个地方，然后新建我们的文件夹。这里我就随便输入一个 DeepSeek Silent。 好的，创建好之后打开这个文件夹，然后在这里我们需要首先创建一个空文件，这里我们就命名为 Model File， 然后后面区分和迭代，这里我加一个数字0。好的，这里保持为空。接下来我们需要打开 VS Code 里面的 Terminal， 点击右上角找到 Terminal。 在这里其实和刚才 Terminal 一样，我们也可以同样输入 Ollama list 命令，在这边同样能查看到 DeepSeek 模型名称。然后在接下来我们需要输入另一个 Ollama 命令，我们需要输入 Ollama hue 2个横杠 model file， 然后在这里复制模型的名称，然后回车。我们可以看到这里To build a new model file based on this, replace from with， 然后我们就复制这个井号键下面一直到最后面3个引号这些内容，然后将它整贴到左边，然后摁 Ctrl S 或者是 Command 加 S 保存文件。好的，保存完成。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先关闭 Terminal。 第二步，创建自定义模型的 Model File 文件。因为我们是要在 Model File 0这个基础上迭代的，所以我们直接复制粘贴。我们可以将它整个1，然后在这边我们需要对这个原始的配置文件进行一些修改。然后比如说这里我们需要把井号键去掉，然后去掉这里的 from， 好，这里是模板 template 3个引号直到这边，然后是 parameter stop， 然后是4个设置，最后 license 是开源许可证 MIT， 允许自由使用、修改、分发模型模板配置文件。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构很简单，一共就4个部分 from template， 然后 parameter 和 license。 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个基础上创建我们沉默思考版的 DeepSeek， 然后这里最大的变动就是 template 这里，我们在这里粘贴上我事先准备好的模板，这个模板也是我在旧版本 DeepSeek 模板基础上魔改的，姑且就叫旧模板吧。在我制作这期视频的时候，我发现 DeepSeek 更新后模板居然还有变化，
模板中多了关于 think 的参数，但新旧模板语义基本一致，我这旧模板的偏方依然有效，请大家放心使用。然后 permit stop 这里不需要修改。license 的话，因为我们追求极简，所以也不需要，我们可以删去。好的，接下来这些内容啊，就是我们沉默思考版 DeepSeek 的配置参数了，从4个部分变成了3个部分。通过这个 model file 和 terminal， 其实也能完成后续自定义模型的创建。这个 model file 文件的链接也会放在视频简介中。现在就来简单讲解一下。第一句 from DeepSeek R1 14B， 这个就是我们要用的底层模型，这个很好理解。然后接下来 template 使用的是 Go 语言内置的 Text Template 模板引擎，用来渲染出发给大语言模型的提示词。简单来说，它就是控制模型如何回应的回复模板。顺便提一句，Olava 这个应用也是用 Go 语言写的。这个模板里啊，我们也可以看到用2个大括号，是不是有点像之前我们在讲 define 节点模板转换中的进加2呢？接着就来极简解释一下这个模板的意思啊。我加上了注释，有系统提示词的话，模板先输出系统提示词，然后便利每条对话。如果是用户发言，加上 user 和内容；如果是最后一条消息，而且还不是 assistant 发的，那么就加上 assistant 提示模型开始回答。这么说好像很难懂，所以下面我又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比如用户第一次输入你好，第2次输入问题，宇宙是怎么诞生的？这里还有一个系统提示词，你是一个知识渊博的 AI 助手，它可以来源于用户设置或者是应用的设计者。接下来在模型回复前，这些信息会进入 template 提示给大模型。这里习近同学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会没有 assistant 的前一轮回答呢？因为模板中只处理了 role user 的部分。如果你想让 assistant 的历史回答也出现在提示词中，需要修改模板，这里我们就不改了。然后根据模板里的规则，如果是最后一条消息，而且还不是 assistant 发的，就加上 assistant 提示模型开始回答。宇宙起源于大约138亿年前的大爆炸。DeepSeek 废话很多，当然不会这么直接，所以我们需要加入一段代码来改写模型底层行为模式。具体来说就是抑制 think 的输出。具体的就是我们在 assistant 和 and 之间，我们加入了 think 的标签。简单来说一下这段代码原理DeepSeek R1 模型的回复中，默认会在 think 2个标签内输出历史思维 chain of thought。 由于原始模板没有主动加入 think 标签，模型通常会自动生成一个，并在其中填入思考过程。当我们在模板中预置一个空的 think 标签后，模型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它检测到提示中已经包含了一个闭合的 think 区块，因此默认思考部分已完成，不会再额外输出思考内容，而是直接给出最终答案。至于为什么会加上斜杠 n， 因为这才是 think 标签的完整写法形式，我们也可以在 define 中看到它们的身影。接下来我们再细讲一下这个空标签的沉默思考机制。换句话说空标签的作用就是提前站位，让模型跳过链式思维的显性输出，从而实现沉默思考的效果。这种做法既不会影响模型对上下文的理解，也不会降低回答质量。为什么没有 chain of thought 也不会影响回答质量呢？第一点思考过程并不等于思考输出，模型本身仍然会内部进行推理、分析和判断，只是我们通过空的think标签告诉它，你不需要把这些思考过程显示表达出来，因此模型依然会在内部完成了完整的推理过程，只是没有说出那段 think 标签内的思考过程。第二点推理能力仍然参与主回答的生成。DeepSeek R1 作为具备高级推理能力的模型，会在生成主回答时综合所有相关信息，
包括用户提问的方式和意图、历史对话的上下文记录、模板结构传递的信号，比如是否包含定个标签，即使隐藏了定个标签部分输出，主回答仍然保持高质量，因为模型已经在幕后完成了必要的逻辑分析和推理。第3点空标签实现了静音而非静思，在模型层面使用空标签进行输出控制，实质上是告诉模型，现在不需要你输出定个标签的思考内容。DeepSeek 模型的内在推理过程依然持续进行，这类似于提示词设计中将某部分隐藏，只是控制了输出形式，并不影响核心的思维逻辑。当然，这只是代表我的个人观点，如果有错，请各位指正。好的，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这边的 parameter stop。这里是设置模型的停止标志，当生成文本中出现这些标志时，模型就会停止输出，这样可以防止它生成过多内容或越界。我们也可以加入一些 stop 以外的参数比如这里是 Ollama 的一个官方文档，我们来到 Model File 设置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刚才的 from、parameter、template 以及 license 这里都有。然后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有一个 system， 我们可以给模型加入我们自己设置的系统提示词，同样在 Define 中我们也能实现不过通过这里的设置，我们可以在模型的底层，也就是更深一层设置模型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刚才的 stop， 然后这里是温度参数 temperature， 然后下面是 set 随机参数。值得一说，在 Define 中也可以调节部分这样的参数。顺便我就在这边演示一下如何设置其他参数，比如 parameter， 比如这边 temperature， 这里设置了一个温度参数，值是 0.3， 下面是一个设置系统提示词，说你是 Rick， 是一个疯狂的科学家。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用 Ollama 的命令去 Model File 看一下 Llama 模型的配置，还是跟 DeepSeek 有一些不同的。接下来我们需要通过这个自定义的 Model File 1和 Ollama 的命令来创建我们的自定义沉默思考的 DeepSeek， 然后我们打开终端，然后确认我们的 Model File 1是保存好的，然后在右边我们输入命令 Ollama， 然后是 create， 然后这里我们需要输入我们自定义模型名称，比如 DeepSeek， 然后我们输个 silent， 然后-f， 然后最后是我们的文件名 Model File 1。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success OK。 接下来我们在这边可以通过 Ollama 类似命令来确认一下，可以看到这边 DeepSeek silent 就创建好了。最后我们就在 Define 中测试一下我们的模型运行情况。我们来到 Define 的页面，首先我们需要添加我们的自定义模型，我们点击右上方，然后找到设置，然后模型供应商，找到 Ollama， 添加模型，然后模型名称输入我们设置的自定义模型名称 DeepSeek silent， 然后基础 URL 就和之前一样，其他设置是由默认设置，然后点击保存。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DeepSeek silent 就添加成功，我们关闭。接下来我事先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应用来测试对比 DeepSeek， 我们直接进入。然后在这边测试内容很简单，首先我们输入一个 query， 然后将这个 query 交给两个不同的模型，一个是普通正常的 normal， 一个是沉默思考版的 DeepSeek， 然后最后我们可以对比看一下回复如何。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正常版就是 normal 回答，然后沉默思考版就是这边
MM 的回答，我们需要改一下模型的设置，将它设置为 DeepSeek Select。好的，然后我们点击预览来测试一下。比如第一个问题啊，随机给我个英文单词。我们看正常版，这里开始输出它的思考过程。它会想到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然后考虑完名词，开始考虑动词，然后还有其他简单的词汇。反正让它想象这么简单的任务，它会想很多。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沉默思考版的 DeepSeek 直接给我们描出了这个单词。我们可以通过工作流查看一下细节，比如总体上正常版用了差不多31秒，而我们的沉默思考版用了差不多4秒。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们输出的 text。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定个标签，然后这边是写文，然后我们看另一个定个标签在这边，然后其实真正给我们答案的是这里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沉默思考版。我们看到这边 text 这里啊，我们就可以发现刚才的定个标签已经写完就消失了，直接给我们单词。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问第二个问题。比如问他，天空为什么是蓝色？我们先看正常版的回答。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答案。这次我们先看沉默思考版，答案就很简洁，没有过多的思考过程，然后直接说明了具体原因1、2、3，然后又说明了其他的补充信息。同样普通版也有，但是你会发现前面思考内容会特别长。我们看一下工作流，首先看一下时间，然后正常版用2分钟，而我们的沉默思考版只用了1分钟，时间缩减了一半，然后 token 的数量也是一半以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定标签的长度，从一直到这边。所以天空之所以呈蓝色，主要是由于以下是详细解释，等于说从这里才是正式的回答内容。好的，接下来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沉默思考版。这里就没有 think 以及斜杠 n， 这就是一个很简洁干净清爽的答案。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从根本上调教好你的专属 DeepSeek， 让它回答不再废话多，想想是不是就很过瘾呢？如果你觉得本期西恩小作坊瞎聊猛，记得点赞关注。我是西恩，我们下期再见。